我们现在结婚已经5年多了，孩子现在已经3岁多了。自从有了孩子之后，我感觉他对我现在太冷漠了。有了孩子之后，我肯定会把更多的精力给到我的孩子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。我知道他毕竟是为了孩子好，但是我是他的丈夫，这样让我心里也感觉很难受的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理解我，还成天给我抱怨，老说他有他的压力，但我也有我的压力呀。现在孩子也越来越大了，希望他理解一下我。孩子应该放在我们家的第一位，这一点我是不会变的，也希望他能多理解一下我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杜先生，31岁，来自山东贷款专员，有请小杜，有请。女嘉宾高女士，31岁，来自山东职员，来，有请小高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这个舞台经常听女生抱怨，结了婚生了娃，他对我不好了。男生抱怨的不多是吧？今天你算是来抱怨的，是不是啊？12年结的婚，对，14年有的娃，对，说有娃之后心理落差大了是吧？是啊，感觉有娃之后就是妻子对我关心少了，比之前。哎呦，你他家这天天对我日子过得抱怨，我实在受够了。哦，你受够了啊？对，你也受够了啊？他都跟你抱怨什么呀？你说说。就因为我们之前结婚5年了嘛，结婚之前他对我特别体贴浪漫，因为我在外地上班，回家特别远，每次我回去的时候呢，他都会骑着他那个很拉风的大摩托车等着我，然后带我去吃各种好吃的啊，然后带我看电影啊，哄我开心。然后结了婚以后也还好，我们家务都是互相分担着干，然后平时我们小两口有个积蓄什么的就出去玩啊，或者是带着朋友一块儿吃个饭、聚个会什么的。但是后来有了孩子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不是他来抱怨说你不关心他吗？对，他就天天在我耳边说我不关心他。怎么不关心你啊？像我们干销售的嘛，晚上也回家比较晚，经常的那个在外头应酬嘛，可能回家到11、12点。之前呢，他都是会给我打电话或者发短信，让问我为什么不早回家这么晚。然后回家的时候呢，我喝多了嘛，会在家里会照顾我，然后给我端茶倒水啊什么的。但是那个现在呢，有了孩子之后呢，就是光管孩子了，对我也不管不问。我晚上就是喝酒喝到2、3点，挺晚的，他这边也是一个电话也不打，一个短信也不给我发。就是更让我忍受不了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回到家之后啊，本来就是想去那个卧室睡觉嘛，他不让我进。我也想亲亲孩子什么的，他也不让我亲，就让我非得让我在沙发上睡，我感觉就是挺受不了的。为什么非得让我在沙发上睡呢？这酒气太重，对吧？对，他回来的特别晚，那时候孩子都已经睡得很熟了。他如果进卧室的话，不就把孩子吵醒了吗？我们家还有一个次卧，他为什么不睡次卧呀？次卧你光说睡次卧有法睡吗？那次卧。然后上面全是摆的你和孩子衣服，满满的一床全是。我老想在那儿睡，我万一在那儿睡了一晚上，第2天早上起来被你的衣服压了，你不得和我急啊？还有别的抱怨吗？他还抱怨我不干家务。对，他不干家务。有孩子之前嘛，我们2个人就下班回家都会分担家务。比如说那个做那个洗衣啊、做饭啊，还有这个就是拖地啊、扫地啊什么的，我们2个人会一块儿做。但现在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呢，基本上就是拽给我一个人做了。他现在就是一门心思都在孩子身上。我说我做就做呗，倒也没事儿。但是他有嫌什么地扫的不干净啊，什么拖的不干净了，天天就是嫌我这嫌我那，我就感觉特委屈。他还老抱怨我经常带孩子出去玩，这也不行。之前就是我们2个人就是有孩子之前嘛，就是定的就是1年就出去旅游1次。但是现在有了孩子之后呢，就是他觉得该多带孩子出去见见世面，就是1年感觉就多带孩子出去几次。有了孩子之后和我们2个人不一样，我们2个人当时就是挣多少花多少都无所谓，但是有了孩子，我觉得最起码得给孩子攒点这个教育金啊，还有我们的父母慢慢年龄也大了，是吧？我们也得给老人攒点钱，他要这么花的话，我感觉承受不住。
还抱怨吗？他就老觉着周末出去玩玩就可以啊。平时他就觉着我想安排一次国内一次国外嘛，他就觉着花费有些多。对，平时周六周天的时候，我觉着带着孩子去逛公园，什么近郊游就可以了，是吧？玩上半天一天的，也花费不了多少钱。但是他非得带孩子出去远途旅游，他太浪费钱了，我感觉。还抱怨你什么呀？他嫌我给孩子报的兴趣班太多了。报了几个班啊？就报了5个。几个？5个。多大呀，孩子？3岁多。3岁孩子？不是，您给我们介绍下经验，您都报了哪5个班啊？全脑开发、画画，然后呢？舞蹈，还有音乐，还有呢？英语啊？英语。啊，3岁多的孩子，你报这么多，孩子能消化得了吗？干啥呀？孩子不累啊？我也是为了他好，因为现在我们同事之间经常谈论孩子嘛，他们报的班比我报的多了，我这都是少的。你们同事最多报多少个班啊？10几个吧。不是，这怎么上得过来呢？就平时也有，周末也有。我感觉他报的班有点多。这我们也不太好说什么呀。这你老婆呀，孩子他妈呀，孩子有意见吗？对呀，孩子这边也有意见，孩子可能守着妈妈面不给他说吧。就是有一次吧，孩子就小声跟我说：“爸爸，妈妈给我报这么多班，我这还真不想上，就是我想在家里玩。”你看看，问孩子呀。哪个孩子想学习啊？不都想出去玩吗？但是你最起码也得尊重孩子意见吧。他那么小，他根本就不懂。我是他妈妈，我必须为他做主啊！以后其实是不在于几堂课几门，孩子快乐，你弄个40门课也行。那不孩子都跟爹说了不愿意了，你怎么还这样呢？我也是为了他好。切，你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是吧？你看对你也不好了，对不对？老是对孩子好，不对你好，对吧？而且教育分歧又很大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种事儿在很多夫妻之间都有。你们给他们支招吧，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波红兄，嘿嘿，我倒感觉他们真碰上问题了啊！夫妻由原来的2人世界转到有了孩子以后的3人世界、3人生活，他的生活状态、生活形式、生活内涵是发生改变的。但是，确实你对孩子的这样的一种照顾、呵护，甚至是溺爱，显得真的有些过度了。这一些过度，可能自己还没有感受到，我们听下来马上就反弹出这样的一个感受。就像刚才说的，孩子的兴趣班，3岁5个兴趣班，你很焦虑，你担心孩子真的输在起跑线上，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，孩子这样会累倒在起跑线上的？你还是要想方设法还孩子一个童年，还他童真，让孩子在童年的快乐当中，你观察他喜欢什么，他真的对音乐很感兴趣，或者对画画很感兴趣，你一个方向的去培养。另外，你也要记住，你不但是一个母亲，你还是一个妻子。我们有了小宝宝以后，可能增添了很多的乐趣，也增添了很多的烦恼，但2个人一起去应对，我们大家都退，因为他的出发点真的不自私，他就是为了孩子，只是有一点出偏差了。你呢，用亲情、用爱去帮他一下。好的，就这样了。好，谢谢博宏兄，谢谢。来，尚大老师。哎呀，我们女人好难呐，不容易啊，太委屈了。你看啊，生了孩子，这个对孩子过分关注，嫌照顾不到老公；照顾老公吧，又嫌不管孩子。你说女人生了孩子，有的时候真的这个是母性天然的东西。真的，我也是刚有孩子，孩子刚1岁多，我有的时候特别的纠结。我老公让我陪他去看个电影，哎，我说我想儿子，但是你又想，你说不陪他去看吧，又会觉得夫妻关系会淡漠。但是我始终记住一句话，这句话也送给你，是什么呢？一个家庭关系的核心始终是夫妻关系，绝对不是亲子关系。因为陪你到白头的是他，不是你儿子。你早晚有一天要放手的，尤其是男孩子。
男孩子呢，如果母亲的过分关注和过分的溺爱，他势必会长成为一个妈宝式的男孩。你希望你的儿子以后会变成妈宝式的孩子吗？不希望吧，什么都听妈妈的，然后他的家庭关系、婚姻关系会处理得非常不好。这就是你从小到大给他的一个引导的方向。所以为了避免他以后不成为那样的男孩子，你现在应该学着慢慢的放手，把你的注意力转移。其实你们两个人还是很恩爱的，能看得到彼此都在为对方、为这个家庭付出。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心都不在这个家，都不再为这个家考虑的时候，那才是最可怕的。所以不要过分关注孩子，多关注一下你的先生，好吧？谢谢二位。好，谢谢尚大老师。来，徐总。都在跟妻子说，我想跟丈夫说几句。她是第一次当母亲，对不对？正如同你第一次。谢谢曲总。来，涂老师。从来只听说过父亲吃孩子的醋，却从来没听说过妈妈吃孩子的醋。我想说，女人不对，太惯着孩子。但我又想起小的时候，我妈也是这么惯着我的，我爸也吃我的醋。所以当我爸在抱怨我妈的时候，我妈又抱怨我爸，说当年奶奶也是这么惯着他的，别人也不管的。所以中国的父亲、母亲、孩子都是这么一代代下来的。母亲都惯着孩子，但是到头来才发现儿子靠不住，靠得住的还是老公。儿子随着慢慢的长大，懂得了母亲的用心良苦和父亲的吃醋，于是最后自己也成为了父亲。而当年的父亲在一边抱怨着妻子惯孩子的同时，想想自己的小时候，母亲也是这么惯着自己的，所以就这么一代代往下走。所以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，所以关键还是在于互相感受。所以说对于孩子的教育，像三位老师所说，适可而止。至于男人是否吃醋，像曲伟所说的，吃醋的同时抱怨的同时把家务活都干了，那才是真爱。只知道抱怨而不动手的人，那真的是自私狭隘。8个字，适可而止，互相感受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4位老师讲了有一个核心的东西，就是现代家庭其实夫妻关系最重要，尤其是刚有了宝宝，是吧？你得多投入了，别再抱怨了，你一定要多参与孩子的成长。就这一段你会发现，在这个上面投个2、3年的这个时间精力，你一辈子受益无穷。而且孩子那个成长是看得见的，
实话实说啊，5个班多还是10个班多，咱没法量化它，那要看孩子的兴趣。但是像你老公说的那样，孩子都不愿意了，那就是个问题了。听明白没有？所以都要体谅，商量着来吧，做夫妻的嘛，以后别抱怨了，能少喝点酒少喝点酒，早点回家帮他分担一下就行了，好吗？当妈的，除了小朋友，还有个大朋友呢。来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老公，我知道我之前放在孩子上的重点太多了，以后我会努力关心你，多做一些家务，让咱们家过得更美好。我晚上喝酒回家晚，这样你不让我进卧室，这样这个事情，我可以这个事我可以原谅你。哎呀，哎呦，我就是多做点家务，这个也不要紧。你每年想带孩子出去玩，我也可以陪你和孩子出去。但是我觉着让孩子的话，不要看得那么小，多支持他，好吗？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啊，挺好的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同时立刻发现大儿子受不了了。其实好像在夫妻关系当中有一种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，孩子来了，有人开玩笑说，来了个情人，那是确确实实多了一个生命在你们的中间。怎么保持这种关系，就要有智慧。开门。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谢谢啊！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吧，各位请见证。请亮灯。来，祝你们幸福，请回吧。啊。在